杀一个美国总统要分几步？在1963年的美国，答案是3步。第一步，把总统座驾的防弹车顶摘掉；第二步，把原定路线临时改到一个必须踩刹车的发卡弯；第三步，扣动扳机。当然，如果干成后，凶手也很快落网。是个24岁的前海军陆战队员，但他面对镜头只绝望地喊了一句话：“我只是个替罪羊。”紧接着魔幻的情节来了，仅仅48小时后，在全美电视直播的镜头前，在几十名警察的贴身簇拥下，一个夜店老板突然冲出人群，一枪打爆了嫌疑人的肚子，灭口，光复灭口，一个死无对证的完美闭环，就这么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完成了。根据美国官方的宣称，就是完全没有阴谋，就是孤狼作案，是苏联派来的。但屏幕前的你会相信吗？当一场谋杀案的每一秒都像是被精心计算过的剧本，这就已经不是暗杀，而是一场各方势力默许的公开处决。而这仅仅是个开始，那些知情者一个个的倒下，更让这件事扑朔迷离。而且这单案件到后来更牵扯出美国在外安置的间谍信息。接下来我们一同了解肯尼迪刺杀案。1963年11月22日上午11点40分，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机场。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和夫人杰奎琳微笑着走下舷梯，跟在他们身后的是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如果你站在上帝视角看这天发生的事，会觉得每一秒都是被安排好的。按照原定计划，这是一场轻松的政治秀。为了向选民展示亲民形象，总统的座驾是一辆林肯敞篷车，没有安装任何防弹罩。就这个没有防弹罩就十分离谱。不过没有防弹罩，只要路线安排妥当，周边安保工作做得好，也是没问题的。但在临行前，德州的政客们临时修改了游行路线，新路线看似平常，却极其巧妙地包含了一个发卡弯。发卡弯就是形状像女孩子用的 U 型发卡一样的急转弯，通常角度超过90度，甚至接近180度。在赛车或日常驾驶里，遇到这种弯道，司机只有一个选择，把刹车踩到底，把车速降到最低，否则肯定甩飞出去。中午12点30分，总统车队驶入迪利广场。因为这个临时加进来的弯道，原本平稳行驶的敞篷车被迫把速度降到了时速仅15公里。在这个速度下，这辆毫无遮挡的汽车，不要说专业狙击手，就是我可能都能给他来一枪。第一声枪响打破了广场的平静，这枪打偏了，跳弹的碎片划伤了路边的一个吃瓜群众。但紧接着第二声枪响了，这就是后来名垂青史，让全世界物理学家怀疑人生的魔术子弹。按照美国官方后来的说法，这颗子弹展现出了惊人的主观能动性。它先是精准地从肯尼迪的后脖颈射入，穿透咽喉，然后他在半空中仿佛长了眼睛，拐了个弯，击穿了坐在前排的德州州长康纳利的背部。接着他干碎了州长的肋骨，穿出胸部，打穿了手腕，最后舒舒服服地停在州长的大腿里。牛顿要是活着看到这颗子弹的轨迹，估计能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当场撕了。但这还不是结束，致命的永远是最后一击。第三枪从右后方呼啸而来，这一枪没有任何魔幻色彩，子弹精准地削去了肯尼迪的右侧头骨。时间在这一刻仿佛被拉长，在四周惊恐的尖叫声中，穿着粉色套装的杰奎琳本能地爬上了汽车后备箱。她不是在逃跑，而是在绝望地试图捡回丈夫散落在车盖上的头骨碎片。下午1点整，肯尼迪在帕克兰纪念医院被宣布死亡。这起震惊世界的刺杀案破案速度快得惊人，仅仅50多分钟后，达拉斯警方就在一家电影院里按住了一个24岁的年轻人，前海军陆战队神枪手里哈维·奥斯瓦尔德。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镜头，这个年轻人没有表现出刺客的从容或狂热，他只是一脸绝望地嘶吼了一句话：“我没有杀任何人，我只是个替罪羊。”既然嫌疑人一直喊冤，那就上法庭审一审。不行，在达拉斯有些话是不能说出口的。11月24日上午11点21分，案发仅仅48小时后，达拉斯警察局的地下车库里，几十名全副武装的警察簇拥着奥斯瓦尔德，准备将他转移。现场架满了摄像机，全美国人都在电视机前看直播。就在这众目睽睽之下，一个叫杰克·卢比的夜店老板兼黑手党外围成员，像逛菜市场一样溜达出记者群，拔出手枪顶住奥斯瓦尔德的肚子。一声枪响后，嫌疑犯没了，而杀人凶手杰克·卢比自然是被生擒了。擒住之后，这哥们的发言十分离奇。他大义凛然地告诉警察：“我杀他是为了让杰奎琳夫人免受出庭作证的2次伤害。”多感人啊！一个夜店老板，黑手党外围人员，为了第一夫人的心理健康，甘愿拔枪杀人。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交出的这份投名状并没有换来幕后大佬的免死金牌。1964年3月，法庭一锤定音，死刑。这下硬汉绷不住了。在达拉斯那间阴冷的牢房里，卢比每天都在极度的惊恐中发抖。他深知黑手党和情报局的手段，他怕的不是死刑，而是活不到行刑的那一天。当最高法院大法官厄尔沃伦来探监时，这个曾经在道上呼风唤雨的大哥，像个孩子一样苦苦哀求：“带我走，求求你，把我带到华盛顿去。在达拉斯，有人要灭我的口，只要还在这里，我一个字都不敢说。”大法官冷漠地拒绝了。到了1965年3月，彻底绝望的卢比对着电视镜头留下了一段几乎诅咒的独白：“那些身居高位、别有用心的人把我推到了这个境地，真相永远不会大白于天下。”这句话成了他的催命符。
1966年底，事情突然有了转机，上诉法院同意对他进行异地重审，离开达拉斯去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意味着卢比终于可以开口咬人了。幕后的大佬们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于是魔幻的一幕上演了。原本壮如牛的卢比突然重病倒下，医生一查，晚期癌症，癌细胞已经像蜘蛛网一样爬满了他的全身内脏。从查出癌症到1967年1月3日暴毙，仅仅用了不到1个月。官方的结论轻描淡写，自然死亡。但无数医学专家都在质问，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怎么会在短短几天内癌细胞扩散全身？没人能回答，因为死人是保守秘密最好的容器。如果说卢比只是个外围打手，死不足惜，那死亡名单上的第二个名字分量可就更重了。玛丽萍·肖麦耶。这个女人的身份不仅是肯尼迪的秘密情妇，她的前夫还是 CIA 的高层大佬。她游走在权力之巅，知道肯尼迪在枕边说过的绝密计划。更要命的是，她把这些见不得光的东西一笔一画写进了一本私人日记里。1964年10月12日，也就是官方那份证明没有阴谋的结案报告发布仅2周后，玛丽在华盛顿一条僻静的运河边散步，突然传来2枪，一枪爆头，一枪穿心，案件至今未破。玛丽的尸体还没凉透 ，CIA 反间谍部门的传奇主管詹姆斯·安格尔顿就亲自带人火速踹开了他家的房门，翻箱倒柜找出了那本致命的日记，然后当场销毁。日记烧成了灰，肯尼迪的秘密也就成了灰。死一个情妇，你可以说是意外，那如果死一堆人呢？1967年，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做了一个统计，在肯尼迪遇刺后的短短3年里，高达18名与案件相关的关键证人、记者、警员，就像被死神挨个点名一样，相继离奇暴毙。死法五花八门，堪称死神来了现实版。伦敦大学的一位精算师出于好奇，算了一笔账，这18个有着特定关联的人，在同一时期凑巧死于非命的概率是多少？答案是10万万亿分之一。你就算买彩票连中17亿等奖，也比撞上这种巧合的概率大得多。外围清场清到这个份上，幕后黑手按理说可以睡个安稳觉了，但并没有，因为还有一个最大的威胁活着，肯尼迪的亲弟弟，前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罗伯特不是傻子，他私下里无比坚信哥哥绝对死于一场庞大的阴谋。1968年，罗伯特宣布竞选美国总统，他的竞选宣言几乎等于对深层政府下战书：只要我当选，我将彻底重启哥哥的遇刺案调查。这句话判了他的死刑。1968年6月5日，罗伯特赢下了关键的加州初选。就在那个欢呼雀跃的夜晚，一个24岁的巴勒斯坦裔青年索汉拔出枪，终结了罗伯特的生命。抓到凶手了，案情应该很快又清晰一点了。但别急，美国官方主打一个智商侮辱。当时现场有数百人作证，凶手索罕一直站在罗伯特的正前方开枪。但是洛杉矶法医提供的弹道铁证显示，罗伯特头部的致命一枪是从他脑后不到1英寸的地方贴着头皮射入的。前面开枪，后脑勺中弹，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不是当时美国的科技过于先进，那就是现场绝对有第2名隐藏的枪手。更魔幻的是，心理学家对被捕后的索罕进行了测试，发现他对行凶过程完全失忆，表现出了极强的被深度催眠特征。索汉极有可能只是一个被植入了潜意识指令的人肉诱饵，用来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好掩护背后真正的杀手撤退。至此，肯尼迪2兄弟双双殒命，知情者被屠戮殆尽。 It's not just a question of wages, it's a question of housing, it's a question of education, it's a question of living conditions, it's a basic question of hope for the future. And that's what this committee is dedicated to try to do something about. We're going to try to improve not just your lives,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 lives of your children. I liked his compassion for people who are not as well off as he is. And there are still people who are very, very poor, and people unable to get jobs, people who don't have a decent education, and very little hope for the future, and children who are hungry. 读到这里，你脑子里一定在疯狂盘旋一个问题，对于当时的美国人来说，也是一个谜。所有这一切都让大多数美国人相信，包括肯尼迪兄弟2人在内的一系列死亡事件都是一场阴谋。至于说是什么样的阴谋，说法很多。肯尼迪是个典型的北方波士顿富二代，长得帅，有文化，老婆漂亮，属于美国政坛的顶流网红。但他太年轻，手腕也不够硬。他上台后试图打破美国传统的权力平衡，他搞民权运动得罪了南方传统的白人地主，他搞扫黑除恶得罪了地下秩序的掌控者。他甚至想在连任时一脚踢开代表南方势力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在美国传统的政治门阀眼里，肯尼迪就像一个不懂规矩的狂妄小子，正在掀翻大家吃饭的桌子。当他来到代表着美国最传统、最保守势力的德克萨斯州时，他其实已经是一只走进狼群的羊。肯尼迪签署法案，试图让美国摆脱金属本位，全面拥抱美联储的信用货币。
从国家战略上看，他做得很对，但问题是这个手术太猛烈了。在这个财富大转移的过程中，旧的白银资本家利益受损，新的金融寡头试图鲸吞市场，肯尼迪夹在中间，试图用行政权力强行压制资本的贪婪。他低估了美国金融体系的复杂性，也高估了总统在这个体系里的分量。在资本眼里，能帮大家赚钱的总统才是好总统。如果你的改革让大家都有了不确定感，那就换一个能稳定预期的人来当。因此，要找杀肯尼迪有动机的人是一抓一大把。所以当这把枪举起来的时候，本该挡子弹的人集体都转过了头。负责安保的特勤局恰好违规修改了路线，负责情报的 CIA 恰好没有预警，达拉斯的警察恰好留下了防线的漏洞。案发后，法医和调查委员会又恰好得出了一个侮辱智商的结论。当副总统、军火商、金融家和老牌政客们都发现肯尼迪的死能让他们的日子过得更好时，达拉斯的那3声枪响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案发后，新总统约翰逊火速成立了官方调查委员会，也叫沃伦委员会。如果你仔细看看这个委员会的名单，会发现一个名字：艾伦·杜勒斯。这哥们是前 CIA 局长，因为策划猪案事件惨败，他刚被肯尼迪当众羞辱并炒了鱿鱼，让一个被死者生前开除且结下血海深仇的情报头子来核心参与死者的死因调查。这就好比让黄鼠狼去出具一份关于鸡舍失窃案的独立调查报告，结论只能是鸡是抑郁症自杀的。1964年9月，官方报告出炉，为了强行把这口惊天黑锅死死扣在那个已经在地下车库被灭口的替罪羊身上，官方硬着头皮捏着鼻子把那颗违背了所有物理学定律的魔术子弹写进了正史。报告斩钉截铁地宣布，没有阴谋，没有同伙，纯属神经病青年的个人作案。但谎言就像包不住的火，时间长了不仅烫手，还会发臭。到了1979年，迫于民间实在压不住的质疑声，美国国会众议院暗杀调查委员会决定重新审视这起案件。这一次，官方罕见的自我打脸了。经过最新的声学和弹道分析，委员会正式承认，当年现场绝对存在2名以上的枪手，肯尼迪极有可能死于一场阴谋。然而，这句迟来的大实话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在过去的15年里，阎王爷的死亡名单早就执行完毕，该死的证人暴毙了，该烧的日记成灰了，关键的物证连个渣都没剩下。查出是阴谋又怎样？幕后黑手连个影子都摸不到。既然查不下去，那就彻底封死。当年约翰逊政府直接下令将核心调查档案封存75年，规定要等到2039年才能解密。1991年，好莱坞导演奥利弗·斯通将其拍成一部电影《刺杀肯尼迪》，把老百姓的怒火又点燃了。国会迫于压力，在1992年通过法案，别等2039年了，25年内，也就是2017年前必须全部解密。下一期我们再一同了解2017年究竟有没有解密。